你知道吗？佩恩六道曾经2次亲自出马捕捉尾兽，第一次捕捉的是6尾人柱力羽高。看到半尾兽化的羽高，佩恩也很兴奋，这才是我们小组织需要的武器。已经失去理智的羽高用6条尾巴快速刺向佩恩，佩恩在闪躲的同时，修罗道拔出了科技武器，地狱道召唤了阎王，畜生道通灵了会隐身的变色龙，人剑道绕过了攻击，用黑棒死死地定住了羽高的尾巴。羽高想用酸液反击，却被从天而降的恶鬼道吸收。这时变色龙从身后偷袭，紧紧地缠住了羽高，而6尾的可以将自己浑身液态化，瞬间挣脱了控制，并且以极快的速度攻向人剑道和修罗道，完成了一波双杀。同时预判了后方的偷袭，释放出了酸液，将变色龙烫回了老家。看到人剑道和恶鬼道被打败，天道亲自出场，羽高蛇皮走位上前，一发神罗天征，强大的冲击将羽高击飞。随后羽高扔出树干，自己则抓住神罗天征的间隔冲向天道。天道一跃上天，扔出6发黑棒定住了羽高的尾巴。轮回眼强大的查克拉瞬间覆盖了羽高全身。这时远处飞来了数发导弹，这是修罗道的攻击。紧接着一发粒子光束炮结束了战斗，6尾化的羽高也被打回了人形，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。这场战斗佩恩战死了2个。佩恩第2次亲自出马，则是捕捉9尾。尾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？鸣人仅仅露出了4条尾巴，周围的空气就已经开始颤动，甚至能够将大地撕裂，连根拔起。长门专心控制的天道有多强？徒手劈开了眼前的巨石，却被鸣人一拳打出100米远。4尾状态下的鸣人已然变成了怪物，拿起巨石用力砸向天道，将天道砸进地底。紧接着鸣人再次错误进化，变成了丧尸9尾，他身上长出了厚重的骨头，变成了6尾化模式。这次轮到天道反击了，他砸碎了地下水管道，召唤出了比鬼鲛、大坝神修哈范围还大的水遁，不应该说是海遁。天道趁着雾气准备突袭鸣人，可是却被鸣人无限延长的触手逼到了死角。紧接着一发发尾兽炮向天道袭来，而天道则用神罗天征形成了保护膜，勉强抵御了第1波攻击。第2波攻击直接将天道炸飞，天道在被击飞的过程中也发动了反击，将神罗天征当成空气炮发射，打碎了鸣人周围的岩石，将鸣人压在了下面。此刻的鸣人更加暴怒，甚至捏碎了千手一族用来封印查克拉的宝物。这时候的天道也有点慌了，瞬间鸣人以肉眼看不到的速度冲上前去，这和羽高的速度完全不可相提并论。伴随着怒气掀起了浪潮，鸣人本体已经出现在了天道面前。无奈天道用神罗天征防御，然而鸣人的身体竟然在一点点穿过空气墙壁，鸣人竟然扛住了号称能击飞一切的神罗天征。紧接着天道又一次被鸣人揍出了100米远，这次鸣人也拿出了最终的杀招，他开始凝聚尾兽玉。天道明白绝对不能够被这招打中，他用万象天引控制巨石将鸣人压住，尾兽玉也在原地爆炸。然而威力巨大的尾兽玉竟然未伤鸣人丝毫。长门也明白鸣人和羽高完全不可相提并论，他准备拿出最后的绝招，控制天道慢慢靠近自己本体的位置。而9尾也跟了过来，只见长门本体扔出一颗小黑球，随后天道发动了地爆天星，大地瞬间开始撕裂，慢慢升向空中，而鸣人也随着地面一点点被吸引。他对空中的巨石发动了尾兽炮，却毫无卵用。紧接着强大的引力将鸣人彻底吸在了巨石上，片刻天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球体，鸣人也被封印在地爆天星中。9尾捕捉完成，这可比6尾难多了。然而长门高兴得太早了，一只没毛的狐狸冲破了巨石，鸣人已经长出了第8条尾巴。正当长门准备制造出更大的地爆天星时，9尾却消失了，站在巨石上的竟然是鸣人。原来关键时刻水门残留的查克拉出现，阻止了鸣人尾兽化。眼下鸣人取消了尾兽化，再次变成了仙人模式。在仙人模式的加持下，天道的体术明显不低。鸣人再次召唤了分身，搓起了螺旋手里剑，同时扔出烟雾弹，一发螺旋手里剑向天道袭来。天道急忙用神罗天征防御，而让天道没有想到的是，螺旋手里剑后面还藏着一发螺旋手里剑。同时鸣人也让2个分身佯攻天道，天道用黑棒击穿分身，自己飞身躲避螺旋手里剑。而让天道更为吃惊的是，鸣人竟然将数个影分身变成了瓦砾，在神罗天征冷却最后1秒时一拥而上。只可惜神罗天征在最后一刻冷却结束，分身全部被弹开，而鸣人却用人海战术扛住了神罗天征的冲击力，在最后一刻将本体扔了出去，一发丸子正中天道。佩恩2次亲自出场捕捉尾兽，见证了尾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。